你有没有发现一种很诡异的现象？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明明离不开你，却又要拼命地贬低你。他一边理所当然地消耗着你的付出，一边却把你踩在脚底。他一边肆无忌惮地挥霍你的付出，一边却不断嫌弃你做得不够好。他极度需要你的能力，却从来不肯承认你的价值。这种边用你边打压你的相处模式，让你常常在深夜里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这么差劲？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了他的？你真的觉得好累，累到快要喘不过气，像一只陷入泥沼的脚，怎么也找不到逃离的出口。今天我们绝对不为你虚无缥缈的心灵鸡汤，也不教你怎么委曲求全。我们要借用佛法最真实的智慧，带你看透这种蓄意打压背后的真正业力。接下来，我不仅会帮你彻底解开你心里的死结，还要带你把那份被消耗掉的力气完完整整、平平安安地收回你自己手里。很多时候，我们被折磨得痛不欲生，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自己一句：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啊，为什么？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透彻。经文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听起来很深奥，但其实他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底层逻辑。心是一切万法的根源，一个人的起心动念会化作他的语言，化作他的行为，最终铸成他无法逆转的人生轨迹。这句话不只是在讲因果，更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当一个人的心念长期被扭曲的东西支配，他的生命就会被这份扭曲牢牢困住，无从逃脱。他对你的打压，他对你的挑剔，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或者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他的心生病了。佛法把人的痛苦来源归结为3个字，叫做三毒，也就是贪、嗔、痴。这3种毒不是吃进肚子里的毒药，而是腐蚀灵魂的毒素。那种一边用着你，又一边打压你的人，他的内心正是这3毒的重灾区。我们先来说贪。他贪图什么？他贪图你的价值、你的资源，还有你毫无保留的付出。在佛教里面，有一种境界叫做恶鬼道。恶鬼的特征是肚子很大，喉咙却像针一样细，永远吃不饱，永远处在饥渴的状态。一个深陷贪毒的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恶鬼。他希望你是一头不用吃草，却能每天挤出牛奶的牛。他想要榨干你的好处，想要你的时间，想要你的体贴，想要你无底线的包容，但他却不愿意付出相对应的成本、尊重与回报。他的贪婪是无底洞，你给的再多，他也觉得不够。再来是啵。很多人以为干就是生气，大吼大叫。其实，在佛法里面，嫉妒、冷嘲热讽、见不得别人好，这些全都是担心。看到别人发光，心里就不舒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他。他其实心里看得很清楚，你有能力，你很善良，你人缘好，你甚至比他优秀得多，但你的这份好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卑。你的光芒照出了他内心的虚弱与匮乏。他就像是一个常年躲在阴暗角落的人，突然看到了一束阳光，他不去赞美阳光，反而觉得阳光太刺眼，所以他恨，他嫉妒，他必须用言语去贬低你，去挑你的毛病，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才能稍微平衡他内心的焦虑。最后是痴。痴就是执迷不悟，是看不清真相，是无明。他痴迷于一种虚假的控制感，他以为只要把你踩在脚下，
只要不断洗脑，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他就能永远高高在上，你就不会离开他。他活在一个只有比较和算计的世界里，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真实的连结，什么叫做互相成就，什么叫做感恩。他把别人的善良当作愚蠢，把别人的退让当作好欺负，这就是最大的无明。你看懂了吗？贪、吃三把火，在他的内心日夜不停地燃烧，这三种力量让他既离不开你，又无法真正善待你。这是一个被自己内心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人，只是他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痛苦，所以他把那份折磨完完全全转移到了你的身上。他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为了让自己的头能浮出水面吸一口气，他不惜把你死死地按在水里。当你用佛法的视角看清了这一切，你就会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的打压不是你的业障，而是他的无明。那些刺耳的话语，那些冷嘲热讽，反映的不是你的价值，而是他内心的恐惧。你不需要再拿别人的病来惩罚你自己。我们来说一个发生在街角的故事，这不是什么古老的传说，这就是每天在你我身边上演的真实人生。在一个热闹的传统菜市场旁边，有一家开了20几年的老字号，叫做林记卤味。店里有一个核心骨干，大家都叫他淑芬。淑芬今年50多岁了，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这帮忙，他的半辈子都耗在这个飘着酱油香和八角味的骑楼下。这家店能有今天，淑芬功不可没。每天凌晨4点，天都还没亮，路灯昏昏暗暗的，淑芬就已经骑着那台老旧的机车到果菜批发市场去挑选最新鲜的辣椒、蒜头和青葱。店里那锅最受欢迎的独门辣椒酱，是他每天一大早站在高温的炉火旁，拿着大锅铲一锅一锅亲手炒出来的。因为常年切菜洗锅子，淑芬的手指关节有些变形，手背上布满了被热油烫伤的细小疤痕。但她从来不抱怨，哪个熟客不吃香菜，哪个客人牙口不好，喜欢卤烂一点的豆干海带。街角那个独居的老爷爷每次来都要多淋一点卤汁，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淑芬这个人善良认份，话也不多。她有着传统妇女最典型的性格，她总觉得做人只要脚踏实地，只要肯吃苦，只要默默付出，别人总会看见自己的价值。但是这家店的老板林老板却是一个非常精明算计的人。林老板平时不怎么动手，他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店面的角落里，泡着茶，盯着监视器，算着今天的营业额。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店里要是没了淑芬，这锅卤味就没了灵魂，根本就转不动。但是他从来不给淑芬加薪，逢年过节连个像样的红包都没有，更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承认过淑芬的功劳。每次有老客人来买卤味，笑着跟老板说：哎，你们家淑芬手艺真的很好，这辣椒酱有够香，你们生意这么好，都是靠它了。林老板就会在旁边撇撇嘴，用那种半开玩笑却带着刺的语气说：哪有啦，淑芬就是个切小菜的欧巴桑啦，没什么大本事啦。他还会故意提高音量补上一句：要不是靠我林记这块金字招牌，加上我心肠好肯收留他这把年纪哪里还有饭吃我。淑芬在旁边听了，心里酸酸的，眼眶有些发热，但她不敢反驳，只能低下头，默默地继续切着砧板上的豆干。她心里想，或许老板说的对，我除了会切菜煮东西，又没有高学历，我还能做什么呢？这就是林老板最高明也最可怕的地方，
他从来不会指着你的鼻子大骂，他只是不断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否定你。他会挑剔地说：淑芬，你今天葱切得太厚了，浪费我的钱。他会责怪地说：淑芬，你刚才给那个老头子多加了几颗花生，你知道这都是我的成本吗？你就是这样大手大脚，难怪一辈子只能做工人。有一次，对街新开了一家装潢很漂亮的大餐厅，老板看中了淑芬的手艺，私下跑来找他，开出每个月多1万块的薪水，加上月休6天，想挖角他过去当厨房主管。淑芬心动了，她这辈子还没当过主管，也从来没拿过这么高的薪水。她回家想了整整1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隔天，她鼓起勇气，趁着中午客人少的时候，去跟林老板提了这件事。结果呢，林老板没有暴跳如雷，他反而拉了张凳子，倒了一杯热茶递给淑芬，语重心长地开始他的表演。他说：淑芬啊，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一直把你当作自家人看待，才跟你说这些掏心窝子的实话。现在外面景气那么差，那些新开的店，装潢漂亮有什么用？都是在画大饼了，撑不到半年的。到时候店倒了，你要喝西北风吗？你想想看，你这个年纪出去了，人家年轻人真的会尊重你吗？他们只会嫌你动作慢，嫌你观念老。谁要请一个50几岁的阿姨当主管？人家只是想骗你过去偷学你的辣椒酱配方啦。只有我这里念在我们20几年的旧情，把你当成自己人在照顾了。你去外面，人家只会利用你，把你榨干就踢掉了。这几句话，每一句都像是一根淬了毒的软刀子，精准地戳在淑芬最脆弱、最没自信的地方。淑芬听完，原本的一腔热血瞬间就冷了下来，手里那杯热茶也彷佛失去了温度。她开始深深地怀疑自己。是啊，我都50几岁了，记忆力也不如从前了。离开了这里，我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是。万一新工作做不习惯，林老板这边又回不来，我下半辈子该怎么办？最后，淑芬没有走，她把那份辞呈悄悄撕碎，丢进了垃圾桶。她继续留在林记卤味，拿着微薄的薪水，每天起早贪黑地炒着辣椒酱，忍受着林老板时不时的冷言冷语。而林老板转过身，嘴角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知道，他又成功地把这只好用又便宜的羊紧紧地拴在了柱子上。在佛法里面，林老板这种心态叫做我慢。很多人以为我慢就是骄傲，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不是。我慢是一种来自内在极度虚空的自大，因为他的内心很不踏实，他没有真正的自信，他知道自己根本不会煮卤味，所以他必须要靠着把别人踩低，才能把自己垫高。他越依赖淑芬，心里就越恐慌。他怕淑芬发现自己的价值，怕淑芬一旦清醒了，就会像一只长了翅膀的鸟一样飞走。所以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他用人情绑架，用情绪勒索，用那些看似关心实则恐吓的话语，在淑芬的心里筑起一道高不可攀的墙，让淑芬以为外面都是豺狼虎豹，只有这个会吸血的林记卤味才是他唯一的避风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淑芬心里越来越闷。那种闷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心里觉得好苦好委屈，彷佛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周末，他趁着下午休息的空档，走到社区附近的观音庙去拜拜，顺便帮忙做点志工。庙里香火鼎盛，善男信女进进出出。淑芬拿着扫把，默默地在庭院里扫着落叶，
看着那些干枯的叶子被扫作一堆，他觉得自己就像这些落叶一样枯黄，没有价值，只能任人扫地出门。庙里有一位静心师傅，为人很温和，平常总笑眯眯地坐在中庭的大榕树下泡茶。淑芬一边擦着供桌上的灰尘，眼泪就忍不住啪嗒啪嗒地掉下来，滴在抹布上。他走到师傅面前，坐了下来。他把林老板对他说的那些话，心里的那些委屈，这20几年的辛酸，全都道给了师傅听。他哭着问师傅，是不是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是不是我真的那么差劲？是不是我这个年纪了，真的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只能一辈子被人家看不起？静心师傅听完，没有马上回答，也没有跟他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经文。他静静地拿起桌上的一根火柴，点燃了旁边的一炷清香，香烟袅袅升起，在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安神定心的沉香味。师傅又提起热水壶，缓缓地把滚烫的热水冲进装着茶叶的紫砂壶里，茶香瞬间四溢。师傅给淑芬倒了一杯热茶，递到她手里，缓缓地说：淑芬啊，你看这炷香，点燃了，它就会发光，会散发香味，会让经过的人心里感到平静。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一脚把这炷香踩熄了，你觉得是因为这炷香燃烧得不够好，有什么错，还是因为那个人心里怕火、怕光？淑芬愣住了，擦了擦眼泪，看着师傅。师傅笑着说，他踩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身上有光。一个内心充满黑暗、充满算计的人，最怕的就是旁边有人发光。你的勤奋，你的善良，你的那一手好厨艺，就是你的光。这道光太亮了，照出了他的无能，刺痛了他的虚弱。他没有能力让自己也发光，所以他只能选择把你踩熄。只有把你变得跟他一样暗淡，他才不会觉得自己那么不堪。师父指了指桌上的茶杯，继续说，佛教讲因缘法，这茶叶遇到滚水是它的因缘，滚水烫它，它虽然受了苦，但却因此释放出了最美的茶香。林老板对你的打压也是一种因缘，它是一锅滚烫的苦水，但你不需要跟着它一起变苦，你可以选择当那片茶叶，借着这份痛苦逼出你内心真正的智慧与觉醒。你要把心安住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安住在别人的嘴巴上。这几句话就像一道雷一样，劈开了淑芬心里积压多年的迷雾。她突然之间全都懂了，原来林老板那些贬低她的话根本不是事实，那只是林老板为了掩饰自己心虚的工具，是他控制自己的手段。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委曲求全，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是因为自己太善良，把别人的恶意当成了对自己的评价，把别人的我慢当成了自己的业障。那天下午，淑芬离开观音庙的时候，脚步变得好轻盈，连傍晚的微风吹在脸上都觉得特别凉爽。她没有回去找林老板大吵大闹，也没有逢人就诉苦。佛法说，心不随境转，无我便无畏。当你不再执着于别人眼中的那个我，你就不会害怕别人的评价。他不需要去证明林老板是错的，更不需要去讨回什么公道，因为他知道，一旦去争吵、去辩论，就又掉进了对方的陷阱里，又把自己的能量交给了对方。隔天早上，淑芬静静地走到林老板面前，递出了一张简单的辞呈。林老板又想故技重施，开始叹气，开始说那些人情世故，说外面的世界多可怕，说淑芬忘恩负义。但这一次，淑芬只是微笑着看着他，他的眼神里
没有怨恨，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看透世事的平静。他平静地说：老板，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辣椒酱的配方我都写在厨房的墙上了，我决定去试试看新的生活。说完，他解下那件穿了20几年的围裙，转身就走，没有一丝留恋。后来，淑芬真的去了对街那家大餐厅，虽然一开始面对大厨房的节奏有点不习惯，但他那一手好厨艺，加上踏实肯做，待人温和的个性，很快就赢得了老板和同事的尊重。不用多久，他就成了厨房里不可或缺的主管。大家不再叫他欧巴桑，而是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淑芬姐。他的薪水翻倍，人也变得开朗自信，连气色都红润了起来。而林记卤味呢，没了淑芬，林老板只能自己硬着头皮炒辣椒酱，但他偷工减料，买便宜的酱油，甚至用化学粉末代替大骨熬汤。他以为客人吃不出来，以为大家只是认那个招牌，但老客人吃一口就皱眉头。大家的舌头都是很敏锐的，味道变了就是变了。渐渐的，客人不再光顾，生意越来越冷清，甚至连供应商因为他常常拖欠货款，态度嚣张，也开始要求他必须付现金才肯给货。有一天，林老板想叫自己的儿子回来接手生意，儿子却摇摇头说：爸，你对淑芬阿姨那么刻薄，大家都在看，你这种做生意的态度，我不想接，我怕以后像你一样，连个真心帮忙的人都没有。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当你把属于自己的力量收回来，当你不再把自己的价值交给一个打压你的人来决定，你的人生才会真正开始发光。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是因为淑芬运气好，或者觉得这是老天爷在帮他惩罚林老板。其实，在佛法里，这不叫惩罚，这叫因果，叫业力。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为老天爷拿着一本账本，在那里默默记账，总有一天会劈下一道雷。但真正的业力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在《佛说42章经》里面有一段话，把因果的运作说得非常透彻。经文说，恶人害贤者，有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经己身。翻成白话文就是，你朝着天上吐口水，口水到不了天上，只会掉下来砸在你自己的脸上。你逆着风撒灰尘，灰尘飘不到别人身上，只会糊住你自己的眼睛。你以为你在算计别人，其实你算计的是你自己的人生。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佛家常常讲福报，福报不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福报就是他的贵人运，他的人缘，他的机缘，还有他的社会信用。一个长期把别人当工具，一边用人，一边打压人的人，一个在言语上总是造口业的人，他的行为就是在不断地消耗他自己的福报。因为人心都是肉做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今天算计了淑芬，明天算计了别人，他的刻薄，他的吝啬，他的虚伪，全都写在他的脸上，刻在他的气场里。渐渐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愿意真心付出的人，都会看破他的手脚，像淑芬一样，一个一个的安静离开。然后呢，留在他身边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只会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完全没有能力，只能任他摆布混口饭吃的人，另一种就是跟他一样充满算计，互相利用，随时准备反咬他一口的人。这
就是众叛亲离的真实过程。它不是一个晚上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人又一个人静静地走开，是一点又一滴的信任慢慢的流失。林老板的卤味摊生意变差，最后只能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摊位前打苍蝇。这不是他运气不好，也不是别人陷害他，是他自己亲手把那些能帮他撑起这家店的贵人一个一个推开了。这就是现世报。现世报不是走在路上被车撞，不是天降异象，而是一点一滴的被你自己种下的恶因，悄悄收走了你本来可以拥有的一切。这份痛苦是持续的，是缓慢折磨的。在更深的业力层面，佛经里说得更直白，嫉妒、打压、损人利己、恶口伤人，这些都是极重的恶业。一个活在我慢和算计里面的人，他永远无法建立真实的人际连结，他感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也无法享受单纯付出的喜悦。他对自己的亲人也充满防备，他每一天都在提防别人，每一天都在害怕失去控制，每一天都在嫉妒别人的好。他活在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冰冷、越来越孤独的壳子里。这不是地狱，又是什么呢？地狱不一定在死后，有时候人心里的焦虑、恐惧和算计，就是人间最可怕的地狱。所以，当你看懂了这一切，你就知道，你根本不需要去恨他，更不需要去报复他。他的业力，他自己设定的结局，已经在前面等着他了。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赶快从他的因果里抽身出来，把你的光带回你自己的世界里，不要让他的业沾染了你的清净。佛法讲求知行合一，前面我们把道理讲透了，帮你拆解了对方的底层逻辑，但回到现实生活，当你明天一早又要面对他，或是今晚躺在床上脑子里又浮现他的话时，你具体该怎么办？这4种智慧听起来很高深，但我们现在要把它们变成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4个微小行动，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大张旗鼓，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剥离法。很多人被打压之后，最痛苦的就是会把对方的否定带进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断反刍那些伤人的话。从今天开始，睡前给自己3分钟，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2个画面，左边是他在打压你时说的那些难听的话，那副嘴脸；右边是你自己真真实实付出的努力，你的善良，你的能力。然后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句话，他吐出来的苦水是他心里的垃圾，我不需要捡起来当做自己的宝贝。把他的情绪跟你的价值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他的话只代表他的匮乏，不代表你的真相。把他的垃圾留在左边，带着你自己的光安稳地入睡。第2个行动，准备一句专属的定心咒语。在面对面被打压的时候，人往往会脑袋一片空白，或者下意识地想去辩解，想去证明自己不是他说的那样。你不需要辩解，因为他要的不是真相，他要的只是看你慌乱，看你被他激怒。所以你需要给自己设定一句定心咒语，下次他又开始否定你、挑剔你的时候，在心里深呼吸，平静地看着他的眉心，然后在心里默念这句话：这是你的匮乏，不是我的实相，你的业力，请你自己承担。你不需要说出口，你只要在心里念。当你在心里念出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瞬间就从那个受害者的角色里跳出来了。你就像是一个站在玻璃窗外的人，
静静地看着他在里面发脾气，看着他在那里表演，心不随境转，这就是你最强大的保护罩。第3个行动，物理与空间的微小断舍离。我知道，要你马上离开一段关系，或者立刻辞职，可能很不现实，因为大家都有生活的压力，但你可以从最小的地方开始断舍离。如果是职场，下班时间一到，请试着把手机里的讯息通知关掉，它传来的酸言酸语，或是非紧急的无理要求，不要秒回，给自己设定一个缓冲时间，半小时后或者明天早上再处理。如果是家人或伴侣，当他又开始无休止的抱怨跟打压时，学会找个借口，比如我去倒杯水，我去趟洗手间，我要去公园散步，把自己的身体从那个充满负能量的空间里抽离出来，不要一直在那个磁场里被消耗，不要坐在那里当他的情绪垃圾桶，拉开一点物理距离，你的心里就会多出一点喘息的空间。第4个行动，把怨恨化为力量的慈悲呼吸法。这一步最难，但也最能让你彻底解脱。恨一个人是很耗费体力的，你在心里骂他10000遍，痛的都是你自己的心。你的血压会升高，你的睡眠会变差。当你觉得心里那股气憋得难受时，试着做3个深呼吸。吸气的时候，感受空气进入你的身体，想象那是一道清净的光，这是你给自己的滋养。吐气的时候，在心里轻轻地送给他一个念头，愿你放下心里的恐惧与嫉妒，愿你早日觉醒，离苦得乐。请记得，这不是叫你原谅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也不是要你继续去讨好他，这是在帮你自己松绑。当你愿意用慈悲的眼光去看待一个正在被业力折磨的灵魂，你就不再是那个被他踩在脚下的人了，你站得比他还要高。你把原本用来怨恨的力气全部收了回来，变成滋养你自己生命的光，这就是真正的放下。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一边用着你，一边打压你。现在你已经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了，你也知道他内心装着什么，更知道那些东西最终会把他带向哪里。你懂了业力是如何运作的，也看懂了缘起缘灭的道理，也懂了要怎么从这段让人窒息的关系里，把那个完整的自己平平安安地带出来。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在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可以永远记在心里。一个曾经被打压过的人，绝对不会因为那些打压就变得渺小。那些针对你的挑剔跟否定，恰恰证明了你身上有着让人感到威胁的光芒。只有那些让人感到害怕，不能让它继续长大发光的东西，才值得对方费尽心机去压制。他打压你，正好证明了你拥有他这辈子可能都无法拥有的好品质。但是你不需要靠他的打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真正需要的是把那份属于你的光安安稳稳地收回到自己的手里，用在对的地方，活出你自己本来就该有的样子。你的善良应该留给懂得珍惜的人，就像观音庙里的静心师父说的，万物无常，业力不欺，自净其心，自度彼岸。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任何关系不管是好是坏，都不是永恒的。好的会过去，坏的也一定会过去。业力永远不会欺骗任何人，每一颗种子，不管种下的是善是恶，最后都会结出它应结的果。净化自己的心，不让别人的恶意污染自己，是你唯一需要做的事，也是你最有能力做的事。要渡过人生的苦海，到达彼岸，从来不是靠别人来拉你，更不是靠那个打压你的人来恩赐你，
而是靠你自己，靠你内在的觉醒，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过去。你之所以会经历那些不好的关系，遇到那些消耗你的人，不是为了让你在那里受苦，在那里停留，在那里耗尽一生，而是为了让你通过那些经历，看清人性的真相，最终找到那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也许你会问，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要放下，真的好难。我们之中很多人都已经过了35岁，甚至40-50岁了。在这段关系里，在这个环境里，我们耗费了人生最精华的10几年、20几年。现在要收回力量，重新开始，是不是太晚了？那些沉没成本，那些被挥霍掉的青春与心血，难道就只能当成一场梦吗？其实，这正是很多熟龄群体在觉醒前最深层、最隐秘的恐惧。那种感觉，就像是你亲手盖了一栋房子，一砖一瓦都是你的血汗。可是某天你突然发现，房子的地基是歪的，里面还住着一个不断啃噬你灵魂的怪兽。你要亲手拆掉这栋房子，那种不舍和痛是真的痛。但是佛法告诉我们，在这宇宙中没有任何经历是白白浪费的。你以为那些被消耗的岁月是你人生的亏损，但在因果的存折里，那其实是你灵魂成长的学费。那个打压你的人，虽然榨干了你的精力，但他同时也在用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帮你打磨出了常人没有的耐力、韧性，还有看透人性的锐利眼光。这就好像是一把埋在粗糙沙砾里的宝剑，沙砾虽然磨人，却在无形中磨去了剑刃上的铁锈。当你决定把剑拔出来的那一刻，那份沉稳与锋芒，是任何温室里的花朵都无法拥有的。你前半生交出去的学费，就是为了换取你后半生绝对不被任何人随意拿捏的底气。另外，我也想很诚实地告诉你，当你开始执行抽身的行动时，过程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你可能会在某个深夜，突然又因为他的一句酸言酸语而心跳加速。你可能会在某个低潮期，突然像旧伤发作一样，隐隐作痛地怀疑起自己的价值。在佛法里，这叫做习气与业力残余的翻搅。当这些情绪反扑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责怪自己，不要觉得我怎么又失败了，我怎么还是这么懦弱。你要像看着一个摔倒的小孩一样，在心里轻轻地抱住自己，跟自己说，没关系，慢慢来，我只是还在习惯没有毒素的生活。每一次的反扑，都是你彻底清理内心陈年负能量的机会。最后，很多善良的人会被传统观念绑架，觉得既然学了佛或者要修行，就是要去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不，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强迫自己去原谅，那是另一种道德绑架。真正的放下，从来就不是原谅对方，而是放过自己。你不需要去跟他握手言和，你甚至有权利一辈子都不原谅他的所作所为。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不再让他的人、他的话继续在你的脑子里免费租房子，把那个空间腾出来，种花、种树，种满你自己喜欢的阳光。只要你的心里不再为他留位置，他的业力就彻底从你的生命里退场了。今天的内容，如果让你有了一点点的触动，或者说出了你心里一直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委屈，我邀请你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这句话：愿我远离恶缘，福慧增长。这不只是一句简单的留言，这是一份深深的祝福，是你给自己种下的一颗充满正能量的菩提种子。当我们所有人的善念在这里汇聚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照亮彼此的路。
如果你身边也有亲人或朋友正在经历这样的关系，正在被别人消耗，正在暗自流泪，请你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有时候，一段话，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最需要的那一盏灯。帮这部影片按个赞，也是你随手做的一件善事，让更多有缘人能看见这份解脱的智慧。愿这颗善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开花，最终结出清醒与自由的果实。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希望能持续在这条修行与觉醒的路上结伴同行，欢迎你轻点一下订阅按钮。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更是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不走散的善缘。我们下期再见。